那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种视频哈？博主从头到尾呢不露脸，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说，结果呢播放量几十万上百万。这个视频啊，它就是一个纯走路的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它的一个播放量呢是470万啊。说真的哈，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我也非常的惊讶啊。但仔细一想啊，其实这说明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做 YouTuber 呢，你的颜值、你的口才真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决定你能不能火，反而是你的一个选题本身哈，就是你的一个赛道。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 AI 技术学堂。今天我想给大家聊聊最近比较适合不露脸的，而且依然有机会去做的一个9个 YouTuber 的一个赛道。那么有的你都可能会那有的方向你可能听起来会很普通，但是它背后的一个商业价值真的不低特别适合那些不想出镜呢，预算不高，而且刚起步的新手朋友。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先说说这个就叫第一个赛道走路它就是一个街头步行的一个视频。那它可以说成是这9个门槛里面呢是最低的一个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视频它会专门拍纽约、拍东京、拍伦敦这些城市的一个街头拿着相机一直走，没有主持人，没有剧情，甚至一句话都不会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但偏偏就是这种频道它的播放量，那它的播放量呢动不动就是几万上10万，那么高的呢甚至能上100万。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观众真正他不是来看博主的大家真正想看的是那个地方的本身比如说时代广场现在长什么样，那曼哈顿晚上的热闹吗？那下雨天的东京街头呢又是什么感觉？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没机会亲自去旅游的人来说，就比如说像小鱼儿就特别的好奇。这个其实简直就是一种云旅游通过视频来达到自己的一个好奇心。而且这类的视频它的成本非常的低你用手机、运动相机再加个稳定器就能拍回家啦，简单的剪一剪，去掉没用的镜头，加点自摸的地点的一个介绍了，基本就能上传了。有些视频，那么这个博主可以看到了，他目前是有17万的一个订阅者发了700多个视频他的播放量已经达到4000多万了。那么同样的频道呢，还有这个英文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它的名字那么它呢可以看到了，它109个视频7万多的一个订阅者，同样都是这些走路的一些视频它能高达几百万。所以说其实做 YouTuber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大家简单纯粹把一件事情呢坚持去做。在这里可能你会想，比如说我坐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没有什么可拍的其实这也并不一定非要自己拍。如果你的预算允许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当地人帮忙。比如说你想做纽约的内容，但你人在国内，那你就找纽约当地的兼职人员用手机帮你拍视频就行。那么你只需要告诉他往哪里走，走多久，画面别太晃，基本就妥了如果身边没有熟人的话，也可以来到这个平台它的名字叫 Fiverr。 Fiverr 呢是一个国外很大的一个兼职平台你想要什么样的人才，想要什么样的兼职，你都可以直接在顶上这里去搜，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对方呢可以拍完原素材发给你，你再自己去剪辑做标题、封面上传。那这样一说理论上你在任何地方都能运营一个拍遍全球热门城市的一个频道。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赛道真正的机会呢，反而不是去挤那些最热门的地方，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你可以往更细的方向去做，比如说纽约不同的社区、东京深夜街头美国的小城市、大学校园、富人区、贫民区这些范围呢可以缩小一点，反而更容易做出自己的一个特色。当然除了这种不露脸的，你也可以选择露脸如果说你人在当地的话，你也可以选择露脸也可以去介绍，也可以一边介绍一边去拍这里的各种风景。这个就是能看到博主的这样一个视频。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第二个赛道。我个人觉得它的商业价值呢会比第一个高不少一个生物黑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一个健康优化或者说抗衰老。那么这个词听着挺高级的，其实核心就是研究怎么通过饮食、睡眠、运动、补充剂科技设备让身体状态变得更好。
现在这种抗衰老哈，这种养生其实是很多人都比较注重的。那么这个领域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哈，这里大家可以看哈，这画面那么英文不好了，我这里就不给大家念了，这大家可以自己看。这个博主呢，他在抗衰老这件事情上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哈，每天吃啥，几点睡，身体指标怎么变，全都在做测试。他做的这些本身就能变成 YouTuber 上的一个好选题，比如说他每天吃些什么，为什么那么早睡，普通人能不能模仿他的方案那些昂贵的设备到底管不管用，而且你完全可以把范围呢扩大到睡眠、减肥、饮食、运动、健康、科技这些话题上。那么这类的内容呢，非常适合不露脸，你只要用新闻素材研究报告、产品画面配上旁白，就是一条完整的视频。就像你每天喝牛奶、可乐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连续1个月不吃糖会怎么样？那么睡6个小时和睡8个小时的差别有多大？这些问题呢，天生就让人好奇观众一看到标题呢，就想点进去他在商业上呢这块也很强除了广告分成，还有品牌合作联盟营销、健康设备健身产品、课程等等，广告非常的多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点做健康类的内容呢，一定要谨慎。做研究科普可以，但别为了播放量故意夸张更别随意说这个方法能怎么样最好把信息来源标清楚长期来看呢，可信度会比1-2条爆款重要得多。第3个赛道金融，那么很多人一听到金融就会想到炒股、基金、加密货币。其实普通人直接做投资建议反而不是最好的切入点你可以换个思路，专门讲解金融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你给朋友转账的时候，银行后台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信用卡为啥愿意给你免利息银行为什么能拿你的存款去放贷，那么跨境转账为啥这么贵这些问题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近但大多数人呢只会用，不知道背后的一个逻辑，这就是内容机会而且这些内容呢基本不用真人出镜，用动画、图表、新闻画面、截图再配上旁白就能完成。金融赛道还有个大优势它的广告价值高，银行、信用卡、保险、券商这些公司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去获取客户，所以说这样的10万的播放量，金融赛道的收入可能比其他的赛道高很多。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其实金融频道呢最适合普通人的一个方向不是教人买股票，而是把一些复杂的金融问题讲明白，那这样呢更长期也更容易建立信任。第4个赛道就是生活成本，那这个方向呢特别简单就是帮观众算账。比如说在上海养一个孩子1年要花多少钱在纽约一个人生活每个月需要多少钱，买一辆特斯拉1年真实成本是多少，那么美国的普通家庭1年花多少，养一条狗要花多少钱。那这种选题永远都做不完你可以换城市、换人群、换生活方式，一个模块就能不断延伸出新的视频。而且你根本不用真的住纽约，也不用真买特斯拉，关键是你找到真实的数据，比如说房租、电费、保险、交通、吃饭、医疗、税费，把这些数字呢整理出来但别机械的去念数字更好是能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比如说假如你25岁刚拿到一份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搬到纽约后你到底能剩下多少钱，那这种讲法明显比列一堆数字呢更容易让人看下去所以这个赛道核心就3个词儿：数据、故事、好奇心。那么第5个赛道音乐行业，注意不是让你去开唱歌频道也不用弹钢琴写歌都没关系那么你做的是音乐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一首歌为什么会突然爆TikTok 怎么捧红一首歌，为什么现在流行歌曲越来越短，那有些歌为什么一听呢就很像一首热门歌曲能给歌手赚多少钱，为啥歌手开演唱会会比卖专辑更赚钱这些题目呢它本身就特别适合做 YouTuber 因为音乐几乎人人都听，那受众特别广像 VOX 这类的频道就经常用很专业但特别理解的方式去解释一首歌为什么流行，这种内容完全不用出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VUX 这个频道哈，它的订阅者已经1270万了哈。那他就经常用很专业但容易理解的方式哈，解释一首歌为什么流行。这种内容呢，完全不用出镜哈，关键是资料、故事和剪辑。如果你本身喜欢音乐，做这个会挺舒服。就算不懂音乐，也可以从大众话题开始。那这些呢，更偏商业和故事哈，不需要多深的一个生理知识。第6个赛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叫内部人视角带观众呢去看他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世界，比如说暗网到底是什么样的，CIA 执行任务是啥流程哈，加密货币矿工怎么赚钱，豪华邮轮工作人员每天做啥赌场内部怎么运作，私人飞机实际运营成本多少。这些题目就非常容易火，因为抓住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好奇心。大多数人呢，一辈子都接触不到 CIA， 也不会进赌场后台，但我们就想知道里面到底啥样。只要有人把这些整理好，大家就愿意花10几20分钟看完。那么这个赛道哈，它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代哈，你可以用 AI 啦生成一些辅助的画面哈，比如说你可以用 OpenAI 来生成一些画面甚至也可以直接用它生成视频。或者生成一些动画这个 OpenAI 它是一站式的平台它里面的功能都很强大它的功能很多，集合了很多工具直接用它就能帮你做好多事情比如说视频、图生视频，比如说文生图、图生图编辑图片、图片扩大这些等等甚至你要编一些个人的故事那么你也可以用它创建个人的角色。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现在 AI 呢，它是我们一些辅助工具包括 GPT 也是一样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些 AI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呢节省很多的时间这儿GPT 的一个购买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呢，你再找一些新闻素材其他的素材用文件截图加旁白就能做一个不露脸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但这儿呢有一个原则性千万别假装自己是内部人士最危险的就是明明不知道却装作亲身经历过。最好的方法就是明确告诉观众，这些内容来自公开报道、采访、文件，你只是重新整理出来。那你真正卖的是信息整理能力，不是神秘的身份。那么这个频道呢，他就选择做了这样这一些内容。那可以看到他也是40个视频已经有2万多的粉丝并且播放量可以看到了都是1万多这种。第7个赛道就是法律，很多人觉得法律特别无聊，一提到就想到一大堆的条款和文件，但我觉得正因为大多数的法律内容做得太无聊，这里面才有机会千万不要做这种。今天给大家讲几条法律的视频这样观众一看就跑了你应该把它变成普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收到法院传票不去会怎么样，被起诉后要经历哪些流程，那么离职后呢，公司还能起诉你吗？为什么大公司宁愿花几百万的美元打官司，房东不退押金怎么办？那么这样呢，它就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真实的故事。这类视频呢，也适合用旁白、案例、新闻、法院文件和简单的动画来解释，不露脸呢也没有问题不过它和健康赛道一样，一定要精准准确性国家不同地区法律差别可能很大，最好说明你讲的是哪个地区，资料要核实，做到这一点，法律反而是一个很容易建立专业度的一个赛道第8个。公司解密这个特别适合喜欢商业的朋友。全世界每一家知名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选题库你可以研究这家公司到底是靠什么赚钱，为啥成本很低的产品能卖那么贵，为什么某个行业最后只剩3、4家公司，为啥有些公司一直亏钱，市值却很高。麦当劳真正赚钱的可能不是汉堡苹果为啥能把手机卖这么贵。那你会发现苹果、谷歌、亚马逊特拉斯、耐克、麦当劳这些公司每家都有创业成功、失败、商业模式等各种故事。只要你懂得找选题，那么这个领域呢永远不会缺内容。而且商业类的内容呢，观众价值不低，后面除了广告还能延伸到商业的软件、建站工具公司服务、金融产品等一些变现的方式。第9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它就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
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长期做的方向之一哈。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人每天都在用，比如说 YouTuber 啦、TikTok 呀、IG 啊、小红书啊、微信啊，大家都离不开，所以你能做的话题特别多哈。比如说 TikTok 为啥让人停不下来哈？现在人刷抖音为什么停不下来？YouTuber 怎么样去判断他的视频值不值得推荐？为什么频道突然没播放量？有些视频一发就爆，为什么 ？IG 为啥老是模仿 TikTok？小红书呢为啥越来越像搜索引擎？微信如果只留一个功能，你会选吗？那么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身就跟观众的生活相关，不需要你再去教育用户哈，这个很重要，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甚至可以把这些频道定位成专门解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到底怎么运行哈。这个方向最大的好处就是更新快。平台一直改算法出新功能哈 ，AI 出来以后变化更快，只要这些平台还在，那么你就不缺选题。OK， 那以上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9个不露脸的一个赛道。那如果说你正打算做 YouTuber， 不知道选哪个赛道，以上我的视频希望对你有所启发。这里你也可能会疑惑哈，我该选哪一个？那么我个人建议哈，你别去找最赚钱的那个，因为最赚钱的不一定适合你哈。真正你要问一下自己，这个领域我能不能连续做10条、20条，甚至50条、100天，我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如果说你连10个选题都想不出来，那么别人再赚钱跟你呢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里切记一点哈，很多人都在想，我要开始做，我做什么这儿不管你做哪个赛道，你都要开始行动很多人研究了很久没有上传过一条视频，那么这个是光想是没有用的，只有你开始做了你才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你才知道去解决问题。如果说你觉得今天的这几个方向呢有适合你的，你可以先开始研究试着列出至少20个选题在这个方向呢去认真的去测试一下这里呢其实一些选题一些文案方面呢，我们完全可以交给 GPT GPT 很强大的一个语言模型，相当于呢你给自己请了一个助理这个呢它能帮我们做很多工作我们能给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这里呢你完全可以用 GPT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新频道，我的频道就是拍走路视频展示不同地方的风景特色请你给我20个选题。那么这儿呢可以看到它会直接在短短的1分钟之内就直接把这些选题给我们写出来了。所以说这些呢其实直接让 AI 就可以帮我们完成。那么在这个2026年呢 AI 工具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用的用好了 AI 工具呢，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以事半功倍。好，那么今天小鱼儿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